马六甲古城是我们回访最多次的地方，主要是就地重游和探索新美食。从槟城出发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自驾游到那边，途中在怡保吃些点心，停停走走，驾了大约8小时才抵达马六甲。随便吃了沙爹烤鸡肉串就回酒店休息了。第2天的计划是泡温泉，途中在一家口碑很好的老字号茶室吃早餐。这里的档口不多，但早餐时间人潮不断。茶水、椰浆饭、炒面和粽子都需要到柜台点餐和付款。这里的猪肠粉是甜中带咸的，除了猪肠粉还可以追加其他配料。当然，我就点了个全家福，有芋头糕、金瓜糕、炸豆皮和炸鱼饼。其实我点的是小份的，但老板却做大份的给我。还好味道不错，就算了吧。不错，味道。味道有点像我们槟城的，但是它比较水哦。那个地球饭在跟我们的冰城比赛。比较长，然后卷成比较薄这样，口感也很好，滑滑这样。是拉沙，南马叫的拉沙，其实我们本来可能叫的是咖喱米亚。它这里卖一碗7块，我觉得有，是看口味道的。它椰浆味道比较重，然后它是也有一点香料味的，个人比较喜欢槟城的咖喱面，可能这个不是很合我胃口吧。它的面和汤会比较多，配料就比较少，吃起来有比较强烈的椰浆味和辣味。我觉得它味道蛮不错的，够香够辣。早餐当然少不了这个海南3包、半生熟鸡蛋、海南咖啡和牛油咖椰面包。吃饱后，我们就继续开车前往嘉兴的温泉。据说这里周末人潮会比较多，所以要清闲一点就早一点咯。周末的入门票是马币12，可以一整天无限的进出。工作人员大略跟我们介绍这里，前面一部分是小孩子的凉水泳池，有注明是180%矿泉水哦，还有碱性的矿物质。温泉的话就要往里面走，一路上会有指示牌和说明板，越里面温泉温度越高。每个区域都会标注温度和建议的时间，泡太久的话会引起身体不适哦。我们就先从这个温度开始吧。我们槟城没有温泉，所以来这里特别稀罕哦。然后可以先从泡脚开始，就是慢慢提高那个温度，然后身体就能慢慢适应那个温度的变化哦。接着就去泡个全身的。这里好像有里面的泡脚池跟热，比较舒服。再往里面走呢，就是最高温的红色区域了。很长哦，这里要慢慢下嘞。啊！比你泡脚的水还要烫哎！好，我泡脚了42罢了。挑战50、60度的。叫嘎布 review， 会很热吗？这样啊，
淋浴是还好啦，没有直接泡下去的汤嘛。这个真的太烫了，我们皮仰式的最高温度的后还是乖乖的去橙色区域，这里的温度比较适合我们。相比我们在台湾的私人汤房和泰国甲米的露天天然温泉，这里的设备、环境和价格还算 OK 的。猪油渣薄饼是马六甲的特色美食之一，之前都是吃崩阿拉亚那家的，看到马六甲人推荐这家就来试试看。才刚营业就已经有人在排队了，还好我提前一天就预定。马六甲薄饼的馅料和做法跟槟城的差不多，先在薄饼皮刷上甜酱和辣酱，然后放上生菜、豆干碎、炒鸡蛋、炒沙葛，还有特色的猪油渣。买到了，这样。我手掌这样大了，要开吃了，还烧烧的，趁热吃。一口咬下去，有满满的料，饼皮带有一点 Q 弹，整体的味道是偏甜的，还有酥脆的猪油渣，口感上是蛮丰富的哦。你要吃一口看吗？它的猪油渣还蛮多油的。虽然是好吃啦，但我吃完一条就感觉腻了。泡完温泉特别想睡觉，先回酒店休息，傍晚再去逛夜市。据说这是马六甲最大的夜市，真的好多档口，好多美食。走完一轮后，心想最多人排队的档口，食物应该是不会踩雷啦。这个没有名字的档口也蛮多人排队的，食物看起来有点陌生，就买来试试看。另一个超多人排队的档口，炒菜头糕。我对炒粿条和萝卜糕都是无法抗拒的，看见老板炒到这样香，当然要试一试。走了一圈，没看见有座也可以堂食，就只能打包回酒店吃喽。它这个炒萝卜糕用料很简单嘛，炒了很香哦，不会说太咸。它不像我们的槟城叉龟糕，有放豆芽、韭菜呀，然后还讲他说是 pork free 啊，它炒得很有配哦。这一档五香。是我在整个夜市里面看到觉得最特别的档口啦，它没有挂牌，但是我有问档主说它是什么，他说是一些炸物啦，可以叫五香，有点像我们槟城的萝卜，然后它会配一些黄瓜给你蘸着一起吃解腻这样。